2004年3月，一个老头子颤颤巍巍地走进北京某公安局，说是要报案。民警见他年龄大，急忙扶他坐下。民警说：“老爷子，您贵姓啊？”那老爷子说：“我姓狄。”“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“71岁了。”“您来我们所里有什么事情吗？”“我来报案。”“报案？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儿女对您不好，或者是邻里吵架了？”“都不是，我被人给诈骗了。”“被骗了多少钱？”“19000元。我还有一个朋友老太太赵某也被骗了5万块钱。”“你这么大的年龄怎么会被骗的呢？骗子是什么人呢？”狄老爷子犹豫了一下，是孙中山。”“什么？您再说一遍。”狄老爷子说：“是孙中山骗的我。”民警顿时就愣了，怎么说胡话呢？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，民警开始怀疑是老年痴呆病患者。这种患者也不罕见，大体表现为言行失控，有的会乱跑，有的则乱说。看来说被孙中山诈骗的狄老爷子恐怕就是个老年痴呆患者。民警很聪明，开始千方百计询问老爷子家人的联系方式。狄老爷子倒并不糊涂：“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，以为我有精神病或者是痴呆。民警同志，我71岁，但头脑还清楚，每天在公园和人下棋，小伙子都赢不了我，我真的被孙中山骗了。”民警哪里能相信，只能询问了狄老爷子真实姓名以后，通过警务平台查到他家人的电话。电话打过去，狄老爷子的大儿子接了电话。大儿子证实确有此事，但说这个孙中山是个骗子。民警哭笑不得，重新回来和狄老爷子了解情况。民警说：“您老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孙中山呢？”“大概是去年，也就是2003年的3月份，我和赵某等几个老年人，都是70岁以上的年龄吧，我们对历史都很感兴趣，想搞一个研究历史的读书会。因为我最年轻，大家就让我来组织。我们年龄都大了，就是每个月开1-2个会聊聊天儿。有一次我们读书会的78岁的老太太赵某就突然带来2个人，其中一个老头自称是孙中山，另外一个老太说是跟随他几十年的女服务员。”民警说：“什么？孙中山不是1925年就死了吗？哪里还有孙中山呢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他当年没有死，活到今天岂不是得130多岁吗？什么人能活这么大的岁数？”狄老爷子说：“对呀，我开始也是这么想，心想肯定是假的，还取笑这个老头。谁知道这个老头对孙中山的一切倒背如流，我们不管怎么问，他都能回答出来。他还说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孙中山的历史，听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。他说：你们可以不相信我，只要看证据就是了。下一次邀请你们来我的住处，让你们看看证据。”民警说：“你们就去了？”狄老爷子说：“是啊，几天以后，我们几个人忍不住好奇心，去了左家庄11号院的一个招待所。一进门，发现这个人的桌上有大量孙中山的照片，很多我们都没有看到过。另外墙上还有孙中山的题词：指挥刀、指挥剑、指挥棒。那个孙中山说，这些都是他以前用过的东西，放在这里作为纪念。他又和我们聊了一聊。这次我们特别准备了几个孙中山的冷僻历史，想要难倒他，谁知道他侃侃而谈，出口成章，一点都不慌乱，把我们都给说愣了。最后这个孙中山偷偷拿出一份中央文件给我们看，上面说他确实是孙中山，
当年只是假死，为了放权给蒋介石，好统一国家。这份文件有国务院的大印，肯定不会是假的了。于是赵某首先信了。我虽然说嘴上不信，可是心里也开始信了。狄老爷子继续说，我还是有些将信将疑吧，就找了一个机会问问他身边的那个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一脸朴实，看起来嘛就像是那种普通的农村老太，应该不会骗人。她自称叫做王玉英，是山西省阳城县人，今年67岁。她本来也不认识孙中山，说是大概20年前，也就是80年代才认识他的。王玉英的一个80岁高龄的老乡，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员。在这个老乡家里，王玉英看到了这个孙中山。老乡不但说这就是当年他保护的孙中山，还当场向他下跪。那王玉英从此深信不疑，就从47岁开始跟随这个孙中山20年的时间，负责伺候他的起居。民警说，我去，这说的像真的一样，女服务员都跟了他20年，那这个孙中山到底有多少岁呀？狄老爷子说，孙中山自称是138岁，因为掌握国家养生的最高机密，才能活这么大岁数。他说自己本来一直是隐居，从不承认自己是孙中山，现在已经138岁，自知也活不了几年，想要临死前处理好遗产，准备捐献给国家，贡献给广大中国人民，希望我们能够帮忙。民警说，这话怎么说的？他捐献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要你们帮什么忙呢？狄老爷子说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之前为了国家的统一，他故意装死，抛弃了爱妻宋庆龄，隐居多年，非常悲痛。说到这里，这个孙中山还痛哭起来，非常动感情，搞得我和老赵太太也忍不住哭了，很同情他。稍后他说自己可能明年就要老死，但还有一笔巨款，也就是孙中山基金会存在海外的钱，这笔钱是为了北伐用的，数量特别大。后来他假死了，别的人取不出来，就留在美国银行。80多年过去了，这笔钱翻了很多倍，现在价值是260万1兆。说是他已经联系过美国银行，对方提出必须证明他是孙中山才能支付。他又去联系了中央的官员，后者说可以开证明，但需要给100万元的好处费，不能白干。他隐居多年，身边没什么钱，所以办不了，希望我们能够帮他凑齐这笔好处费。民警说，果然开口要钱了，260万1兆，真敢开口的，您老就给了？狄老爷子说，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很感动。那个孙中山说，他这么大岁数，其实是不用花钱的。他还张嘴给我们看，说他连牙齿都没了，肉都吃不了，主要是为了中华民族考虑。只要能拿到这一笔巨款，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分到一大笔，一下子就能成为发达国家了。他为了全国人民，哪怕豁出性命，也要取出这笔钱。当时我非常激动，不由自主的拿出了1.9万的养老金交给他，老赵太太则给了他5万块钱，这也是他养老的钱。民警说，不会吧，他难道说没给你们好处吗？狄老爷子说，他确实说了，1年以后给我们2倍或者是3倍的还款。我们也有些贪小便宜的思想，现在已经1年了，1分钱还没有给我们。我们去找他，
他倒是还在那里居住，就是说还没有拿到那笔巨款，不能给我们钱。我这才醒悟了，觉得他是个骗子，赶快来报警了。接到这个报警以后，民警真的哭笑不得，不知所措。涉嫌6万多元的诈骗，还是要重视的。于是民警就去调查了一下这个孙中山。根据狄老爷子的介绍，可能还有几个人被骗。民警首先找到了老太太曹某，她今年已经80岁，目前在某寺庙出家修行已经5、6年时间了。找到曹某以后，老太太年龄太大，头脑已经有些糊涂，说话含糊。无奈之下，民警找到老太太的大女儿询问，大体搞清楚了情况。原来曹老太太家境很好，几个孩子不是在国外，就是机关的中层干部。老太太本来有60万元的养老金，出家时捐了一半给寺庙，剩下30万则存在银行里。同时老太太名下还有2处北京的房产出租，租金按年支付。今年曹老太太大女儿照例去银行帮母亲查询租金的到账情况，结果大女儿意外地发现账户上仅有5万块钱，其余25万不翼而飞了。大女儿反复询问曹老太太是不是又捐给寺庙了，但老人翻来覆去说借给孙中山了。大女儿认为这是母亲太老了，头脑糊涂，说瞎话。她询问了寺庙，但寺庙并没有收到这笔钱的捐款。经过银行查询，2003年2月是曹老太太亲自去银行取走了25万元，至于她交给了谁就不知道了。大女儿曾经去派出所报案，但因曹老太太只是说借钱给孙中山，其他情况就说不清了。民警们啼笑皆非，自然无法立案侦查。现在看来，曹老太太也是被这个假孙中山所骗，25万养老钱都这样没了。于是民警们立即出动，将这个假孙中山和他的女服务员逮捕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假孙中山并没有抵抗，坦然承认自己是骗子。更夸张的是，这个所谓的孙中山相貌和真正的孙中山完全不同。假孙中山尖嘴猴腮，鹰钩鼻子，身高仅有1.60米。谁都知道孙中山是广东人，而这个假孙中山一张口就有浓重的陕西口音。可以说这人无论哪个方面都和孙中山风马牛不相及，竟然敢假扮孙中山，也算有胆量。民警问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朱永成。哪里人？多大岁数？我是陕西汉中人，今年72岁了。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干什么工作？没有工作。怎么会没有工作呢？没工作，你怎么活到72岁的？啊，我以前是个乡镇干部，后来贪污公款、诈骗和放高利贷，在1963年被汉中法院判处18年有期徒刑。服刑期间我逃狱过一次，又被抓回来加刑2年，前后一共坐了20年牢。1982年被释放。出狱的时候我50岁，已经找不到工作，又无儿无女，只好以诈骗为生。说一说你都怎么诈骗的？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走江湖的骗子，后来就是重操旧业。我一般伪装成出差的干部，被小偷偷了钱包，骗取好心人的帮助。这种骗局骗不到几个钱，吃饭住店也是够用了。即便被警察抓到，因为诈骗金额小，加上我岁数偏大，一般批评教育，最多拘留几天也就放出来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假冒孙中山的？大概是1997年，当时完全是意外。那天我正好去山西省阳城县街头诈骗，突然遇到王玉英的那个老乡。这个老乡自称做过孙中山的警卫员，突然当街向我下跪，说我就是孙中山。
我也懵了，一时间搞不清楚了。这个老乡非要拉着我去他家里吃饭，我也就跟着去了。他请我吃饭喝酒，非常殷勤，我也就顺水推舟，说自己是孙中山，骗吃骗喝了半个月。期间这老头多次向我下跪，还拉着人来家里看我。这些人里面就有王玉英。民警问：这个警卫员是怎么回事？后来我听说这老头子根本就没有做过孙中山的警卫员，只是在广东当过兵。前几年他的老伴去世，这老头子受到刺激，精神有些不正常。王玉英这老太没什么文化，没见识，真的相信我是孙中山，已经100多岁，要免费伺候我。我心想，有人伺候我，难道我还能拒绝吗？就同意了。后来我就伪装孙中山，谁知道竟然有很多人相信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骗术，应该利用。说一说你怎么利用的？从1998年开始，我开始阅读大量孙中山的历史书籍，把孙中山一生的经历倒背如流，又在旧货市场上买了很多孙中山的仿古照片，假的孙中山书法、指挥棒、指挥刀等等。我又去地摊上找人刻了孙逸仙、中央国务院等各种私章，伪造了文件。1999年，我带着王玉英来到北京行骗，开始主要是骗吃骗喝，诈骗的金额都很小。就这样过了几年，到了2003年，我发现很多人相信我，决定直接骗大钱。我就胡说有什么260万1兆美元的基金要借钱解冻，结果从1月到3月才3个月，我竟然轻松骗到了50多万元。除了你们知道的3个人被我给骗了30多万元，还有一个33岁的生意人孙某，被我骗走了20多万。3个月一共骗了4个人。骗的钱呢？基本都被我和王玉英挥霍了。我们在北京租的房子每个月要5000元租金，1年就是6万，加上还有我们吃饭花销，前后也欠债不少。这次拿到钱以后，大部分用于还债，小部分直接被我们花掉了。你为什么要装孙中山呢？不去装别人呢？我本来是想装毛主席的，他的威望高，相信的人应该更多。但伪装毛主席恐怕会被定为反革命罪，要枪毙的，我不敢。后来我考虑伪装成蒋介石，但是蒋介石是坏人，大部分人怕是不会相信。他蒋介石的个子太高，又是个秃头，我太矮，有一头白发，没人会相信。最终我只能冒充孙中山了。2005年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朱永成、王玉英冒充已故伟人孙中山诈骗一案。朱永成犯诈骗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，罚金5万元；王玉英犯诈骗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罚金3万元。继续追缴被告人朱永成、王玉英55万余元，并将在案扣押的伪造的孙逸仙印予以没收。于是这起匪夷所思的案件就这么结束了。对于坐牢，这个假孙中山朱永成并不害怕，说白了他已经72岁，恐怕坐牢也当作变相养老了。这个岁数的犯人入狱以后一般是不劳动的，就白养着。他被判处11年徒刑，如果中途不假释，恐怕会死在监狱里。